哦，你的头很大，低了一点点，然后OK， Alright， 好累哦。Alright，Hello， 大家好，我叫 Joshua， 然后今天呢，我非常兴奋，因为呢，有一个器材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等了非常久，他们终于出现了，需要找一个地方来放，给它站高高。啊，这样子就刚刚好了嘛。OK， 好，这样子放着，给灯照一照。好。现在我身边这个呢是紫云全新的 Crane M2， 它可以讲是非常小型的一个 gimbal， 但是同时呢，它可以承受的相机重量呢其实还蛮高的。比如讲，现在我 set up 的这个呢是拥有一个 A6400， 还有一个 Video Micro 的 mic 在上面，然后放着一个的是1670的镜头。which 至于说呢，这个 setup 是 Crane M2 可以承受最重的一个 setup。那么今天呢，我就没有打算跟你们分享它的什么特别功能之类的。那假如你们想要了解更加多的话呢，其实我会放一个 link 在底部那边，你们可以直接点到过去，是会去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你们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关于它的各种类型的功能。而今天我这个影片呢，其实呢，我是为了要解答一个问题的。对我来讲呢，为什么这近期的几年我都慢慢的不要 vlog 了？因为呢，很多时候我都会纠结拍 vlog， 想要把一切美好的都拍下来，可是同时呢，我却很担心、很在意是否那个影片出来的效果有没有很 cinematic 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一直以来呢，我就尝试了不同类型的 setup， 希望有一个 setup 可以让我得到 best of both worlds。可是呢，现实当中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假如我只是单拿相机呢，我却有很多相机的 movement 我是做不到的。而假如我带着像这么大个的一个 gimbal 来去 vlog 呢，我觉得这世界上的人都会觉得我是疯了还是什么吧。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完美主义的关系呢，就弄到我真的放弃掉 vlog。可是如今呢，可能这一切都会改变了，因为呢，就有了它这个这么小个的一个 gimbal， 子云呢就发送了这个 gimbal 给我，有接近好2个月吧，可是我还没有机会真正去试用，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要在这个房间这一边做点小测试这样子。当然，这个影片呢就不是我最终的测评或者是总结之类的，只不过是呢，我真的很好奇它是否可以去到极远。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跟少奇试玩这一个智云的 Crane M2。首先呢，我要做的第一个 test 呢，就是把这个整个 setup 交给我这个 no 的不会拍东西的少奇。所以现在我先帮你打开一下啦。第一个我要做的 test 呢，基本上就是给一个完全没有用过 gimbal 对 gimbal 没有什么经验的人来去测试它，来抓这个相机来拍别人。Recording 好 ，OK， 现在你拿上来。先拿上来，哎，很轻哎，是，真的是很轻。对，然后你拍我。转，喂，很好玩，它好像不倒翁。首先要问你的就是你第一个抓上去的感觉是如何？就很轻哦，我觉得就跟平时用那个自己的那种，什么自己那种？小看，那为什么会就是自己那个三角支架差不多啊？OK， 所以你 try to follow 我，有问题吗？你会觉得会很难吗 ？follow 我？不会，我觉得就是用习惯了就很顺。所以我们第一个测试给一个完全不会用 gimbal 的人来讲下你的感受，打破了我一般对 gimbal 的那种想象。然后下一个我们要做的 test 就由回给我这些比较专业的啦，因为我经常拍 vlog， 我就是会想要拍一些比较美一点的画面嘛，所以呢，我就需要你当我的 model。然后我就拍一些装逼 shot 这样子。这样子，我们第一个要做的 test 就是很基本的向前走啦 ，OK？ 向前走是每次看到的 ，OK？ 来，3、2、1，装逼。哇，其实很顺哎。然后第二个 test 就是随着我们的 talent 来转圆圈，你只是要站在中间，然后我来转圆圈 ，OK？ 3、2、1，装逼。你可以转过来这里吗？感觉如何？感觉也好像蛮顺的啦，只有你们看到，我等下才可以给你们我的意见 ，alright？ 我们以一个很普通的跟着你背后走，我们就走一个 U 型好吗 ？OK， 来 ，OK， 好啊，3、
2、1 ，Action。OK， 转弯。这个时候要转回来，然后再继续转美的镜头，跟镜头互动。哦，当然就算没有吵了，就是拍美女，拍美女就是要拍全身。我们要讲拍裙底。所以我这样放下面是吗？好，你站这边，我们来拍，从这样子，好像 crane shot 这样子，从上面下来 ，OK？ 加油，3、2、1，装逼！懒呀！哦，现在我们要来试的就是低角度拍你的脚，3、2、1 ，Action！ 对我来讲呢，拍低角度不会像平时这样辛苦，因为呢，平时的那种很重，我会熬到很辛苦，尤其我在这样子的 position 之下。但是这一次它因为很轻的关系，其实不会比想象中难，只不过是它的画面是否够顺溜啦，这个等下我才知道。OK， 这样子下一个我要测试的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用这个 lens 呢是一个 zoom lens， 所以呢很经常我们拍下我们就想要换一换那个角度，我们要 zoom 进去一点，所以呢我很好奇它可以去到几准。这样现在呢我就先单只是给你们看这个 lens 可以去到几准那。这个是一个16到70的 lens， 所以呢，我 zoom 到完的时候，它的镜头会出来一点，这样子。现在16mm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 balance for 16嘛。And then 现在我 try to 去24也看起来挺稳的，没有很大的问题。35也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就去到50了。哦，50那一刻呢，我可以感觉到它稍微的低了一点点，然后看来OK， 基本上呢就是因为它过度重的关系呢，所以它就熬回下来。看来它的 limit 是在35啦。可是当然有一样东西是一定要测试嘛，虽然它打鼾到35，但是不代表它的35可以很顺。这样所以呢，我就把它 zoom 到去35，再做一些基本的 shot，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是否会不会很稳。Alright。这样子35，然后一个普通的 pen 呢，你会发现它会突然间卡下这样子，尤其是我转的比较快的时候，它就会没有想象中这么顺。哦，你的头很大。好，测试完毕后呢，35我是觉得勉强是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 result。Alright，OK。Alright。好累哦，坐下先。哦，有点太累，我很不简单 man 哦，让你坐地上。你等着给网友发。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呢，我要跟你们讲这些，不可能你坐在这边，我在那边讲了嘛。好，这样子呢，身为一个最好的 vlogging 的一个 setup 的 gimbal 呢，当然就不能少了，就是拍自己的那个模式。你什么鬼？拍自己的。拍自己。当然呢，就不是像少奇这样子来示范啊，那个是错的，因为我们这个 A6400那个 screen 是可以熬上来的，当然现在就不可以直接熬了，是需要稍微的 set 一下子的，给它熬回上来，然后我们再 try 用 vlog 的方式来去拍一些东西。OK， 阿哥去坐这边先。OK， 现在因为它不 balance 了，所以要重新的去 balance 一下。终于set好了，好，我记得它可以按一个 button， 然后它就会自动转成 selfie mode， 好像是3轮吗？啊，真的嘞，3轮。好，现在呢，我们就镜头，平时我们 vlog 当然就是 set 到去最外，所以呢，我们的镜头就 set 到去16了。这样子我本身就经常 vlog 啦，可是这个已经是以前的事，现在呢就交给这些新一代的 YouTuber， 我让你来 try 一下用这个来 vlog 的感受。哦，好可爱哦 ！Oh my god！ OK， 很轻，所以左手都没有问题。左手没有问题。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少奇，不是洪少奇。Hello。OK， 现在呢，我要少奇来做一个，因为我们经常 vlog 是一边走路一边讲话嘛，所以呢，你就在这边一边转圆圈一边讲话。走路，走。OK 啊。转圆圈，转，我觉得很好玩。身为一个这样子自拍 vlog 的相机，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它的重量所有东西都刚刚好。可是如果真的是它是一个 gimbal 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赞的了。因为是轻，所以女生很适合。当然还有一样东西呢，我们拍 vlog 的时候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就是呢，因为我们经常 vlog 的时候，我们不懂前面突然间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呢，我稍微的要 test 一下，假如讲，我拍着 vlog 突然间前面有东西发生的时候，要突然间转换那个模式来拍回前面了，又要拍自己的状态之下，是否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东西？所以呢，来让我做这个测试。OK， 来，我们来扮演这一个 vlogging 的 scene，OK？好可怜哦，我们竟然需要在房间里面扮演一个 vlog 的 scene。所以今天呢，我就来到我漂亮的房间，当然现在呢有我在前面的就是漂亮的少奇啦。它歪下来了。是吗？哦。是诶，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我拍着自己的时候，那个荧幕可以看到自己，可是呢，当我转下来的时候，我完全看不到我在拍什么。可以啦，我这样熬回下来，诶，它还打鼾到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是我会觉得稍微的变慢了一点，跟平时来比较的话，因为你想一下，我在拍着你，然后你叫什么名啊？我是红烧鸡，不是红烧，我是红烧鸡，不是红烧鸡。你连自己的 intro 都叫错吗？OK， 然后呢，我要拍自己的话，我要先熬上来，按3轮，然后才可以拍自己。我不会说到很不方便，只是会跟平时 vlog 来相比呢，是会慢一点的。你看哦，你看就是 miss 了一点点，因为刚刚还在打哈欠。So far， 我蛮喜欢这样子的 setup，抓了大概有3分钟，手有稍稍的酸。你刚才抓了这样久，手会酸吗？就 OK 啊，就 OK 了。可是我现在觉得手很酸。你太久没有 vlog 了。是需要练习一下这个伸直手的感觉。一样东西，我希望的呢，就是可以把它 set 成 PF mode， 然后呢，因为我们 vlog 的时候很习惯这样子稍微的拉这边，然后可是呢，你们会注意到的就是因为有这个 screw 这边哦，它挡着了，所以呢，我无法这样子凹到来拍自己，变到呢，我就必须要这样子抓到直直的 which 我不是那么喜欢。可是 for 平时 vlog 的状态之下，要很顺的 vlog 的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其实这个 setup 都挺好的。我们的少奇米达有什么要说吗？就是如果要拍那种美很稳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很适合的吧，因为它很轻，所以它应该会很方便。所以以后你会选择来用吗？会啊，但是我懒惰拿交给你吧。So 这一切呢，就是我跟少奇一起试玩的效果啦。这次你们看了这一些效果，你们觉得是否这个 Crane M2 适合当 vlogging 最好的一个 setup 呢？我本身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呢，我希望有一天我真的把它带出去拍一个很正常一天的 vlog。到时呢，我才可以更明确的知道，这个是否是一个方便又容易，同时呢又可以 achieve 到高 quality 的一个 setup。接着你们对这个 setup 是否有什么看法之类的呢？留言下面给我知道，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如今的拍摄科技。我觉得挺 fun 的。这样子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假如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想要看更加多这种影片的话呢，就记得按赞跟分享。然后假如你想要支持我的话呢，当然就是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哟，安妞。We're going under,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The final hour before we let it go to rest. It's